小姐，你今天可真好看。他出征1年，今天总算要归家，我当然要好好打扮一番。等会儿姑爷回来了，肯定惊艳。恭喜孟老夫人，孟家公子率军战场立功，今日凯旋回归，这回啊，孟家振兴有望了。是啊，孟公子年少有为，年纪轻轻就深得陆司令看重，如今啊又立了军功，未来啊定是平步青云。多谢多谢，今日我儿回家是我孟家的大喜日子，多谢诸位赏光。来了，真漂亮。哎呦，这不是少夫人吗？真的跟传说的一模一样，美若天仙啊！恭喜少夫人，听说少夫人在孟家辛勤操持了1年家务，现在呀终于能苦尽甘来了。妈，你看那个女人，平时穿的那么素，今天家里来了客人，打扮的花枝招展，什么意思？行了，你少说2句吧，她毕竟是你嫂子。什么嫂子嘛，今天是我哥的接风宴，她在那出尽风头，一个还没圆房的宫女，还真把自己当孟府的少奶奶。你说的也有道理，身为妻子，在男人堆里抛头露面的不像样子，回头呀，我得好好给她立立规矩。妈，你看她头上戴那个簪子，我见都没见过。我就说这个女人从来不把咱们当自己家人，有什么好东西都藏着掖着，净送我这些下等货。好啦，客人都在呢，你别生气，等你哥回来再说。少帅到！陆少帅也来了，我孟家呀，真是蓬荜生辉呀！少帅，我……老夫人，少爷回来了！太好了，云山回来了。云山，你终于回来了。这1年，我天天到祠堂祈祷，好在神佛保佑，让你平安归来。是啊，小姐天天惦记着姑爷呢。不过，你怎么瘦了？是不是前些受苦了？云山，这就是那位顾清雪。孟云山，他是谁？她是我的未婚妻。什么？姑爷，你莫不是疯魔了？我家小姐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更是陆司令亲自证的婚，你哪里来的第2个未婚妻？如今是什么年代了？讲究的是自由恋爱，他们不过是包办婚姻，而我跟云山才是真正的两情相悦。当然，这种新潮思想，像你这种封建物子，自然是懂不了的。婉婉虽为女子，但胆魄过人，明明出身名门，却甘愿从军，担任参谋，同我一起征战立功。我也是在战场上遇到她之后，才明白什么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姑爷，姑爷，你出征在外，我家小姐尽到妻子的本分，在家里足足等了你1年，掌管家事，孝敬婆母。如今你回来，却是这样伤她的心吗？清雪，此事就算我对不起你了。这里人多，待到宴会结束之后，还要在这里让大家看到笑话。看什么笑话？顾小姐，我知你这种女子矫情，但我可不同。我向来性子直率，不在乎你们的繁文缛节。我跟云山情投意合，有什么不可让大家知道的？婉婉说的对，这件事我本就想昭告天下。况且，婉婉不屑于你那种心机手段，你拖延下去也是无用。若是还有什么话，不如趁现在把该说的说清楚吧。好，既然如此，你就当着众宾客的面
同大家说清楚，1年前你离家时说了什么？顾清雪，朝如青丝，暮成雪。清雪，何幸我能遇到你？我孟云山发誓，此生只你一人，绝不负你。战事紧急，今夜我便要出征，等我回来。孟云山，你好歹也是一个将领，原来承诺如此亲切。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情爱，才会轻易许下这样的诺言。直到遇见了婉婉，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情。好一个不懂情爱！既然蒋小姐口口声声说新朝死刑，那么也该知道法律已经规定一夫一妻。难不成你这位新贵女性敢引做妾？婉婉只能是正室。我与婉婉成婚后，你便留在孟家做个妾吧。你是什么？其实我本想与你直接离婚，是婉婉考虑到你一个孤女，离了孟府无依无靠，便说服我留你做个妾室。我也是看他可怜，才让你这么做。顾小姐，我知道你心思重，我可以大度，让云山给你留个孩子，以后你有了依靠，就别再打云山的主意了。还是你懂事。好一个新贵思想！原来你口中的新思想，就是把几千年的礼仪廉耻都喂了狗。清雪，住口！简直胡闹！妈，云山，你这1年出征，清雪为孟府上下尽心尽力，我生病了，她都衣不解带的照顾我。还是老夫人明事理。清雪毕竟为孟府付出过，你要娶蒋婉可以，但清雪至少该是个侧室，吃穿用度呀，该和正房看齐，还有这掌家之权，还得在她手里。你说什么，老夫人？你居然让我们小姐把正妻之位让给这个女人？什么叫让啊？她一个孤女，能嫁进我们孟府，已经算攀高枝了。怎么，还真想霸着孟夫人的位置不放？我更愿意留她在孟家，已经算仁至义尽。你还想？今日真是来着了，让我看了好一场负心薄幸的大戏。陆少帅，孟将军，总司令至今严明，向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这家事都处理不好，今后怎敢相信你能带好手底下的兵，报效司？陆少帅，您误会了，这事儿无非是这深宅妇人胡搅蛮缠，您放心，很快我就处理完毕。出来！诸位宾客，实在抱歉，今日事发突然，孟家有家事要处理，这季风宴不得不改日了，还望诸位见谅。兰若，替我送客。是。这边请，都招呼一下。顾清雪，你那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后宅手段，尽管使出来吧。反正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今日是通知你，不是与你商量。不必商量了，孟云山，我们离婚吧。离婚？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顾小姐，虽然我不屑与你争，但是我也知道你这是以退为进。你不就是想借着离婚之名引得云山愧疚，好让他留住你的正妻位置吗？我真的受不了女人为了留住男人使这样的心机手段，为何不能像我一般坦率一些呢？强婉，不必用你的心思来揣测，我说的很清楚了，我要离婚。顾清雪，你以为你还是顾家大小姐呢？顾家人早就死绝了，谁不知道你顾清雪克死全家，根本就是个天煞孤星。思巧，别乱说话。谁乱说话？现在除了我哥，谁还护着他？顾清雪，
你说你离开了孟府，能去哪儿呢？该不会要去百乐门卖身吧？清雪，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云山是个男人，更是陆司令手下的红人，3妻4妾太正常了。现在虽然给你降为侧室，但管家权还在你手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管家权？你们是想给我管家的权利，还是想骗我继续用顾家的家产贴补孟府？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谁稀罕你贴补了？我孟府家大业大，差你那点钱吗？是吗？那你这全身的珠宝是谁给你买的？谁稀罕？大不了我还给你。还给我？就连你这身上的裙子也是我托人定制的，你要还就现在扒下来全部还给我。够了，顾清雪，你心有不甘，我理解你，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下去，只会让我更加厌烦。你真的想让我把你赶出孟府，像个丧家犬一样滚出去吗？用不着你来赶我，离婚也是我的通知，不是商量。还有，这1年来孟家欠我的，都准备好还回来。小姐，我们去哪儿？回顾府。顾清雪，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记住了，顾家还有最后一个人，就是我顾清雪。疯子贱人！你居然敢朝我的脸认簪子！顾清雪，怎么会有这样的力度和准度？云山，怎么了？没什么，可能是我想多了。她一个深宅女子，不可能有如此本领。妈，你看那个贱人的样子，她不会来真的吧？放心吧，顾清雪的爹妈和兄长都战死了，离了孟家，她哪儿也去不了。只要稍微给她点甜头，还不轻松拿捏住。哼。再见了，小姐。妈，我好清想雪，非要去留什么养血，可算是回来了。将来有什么打算？妈，我在国外学了好多新思想，我要像哥哥和爸爸一样报效国家。夫人，不好了！夫人，不好了！老爷大少爷在战场上遭遇伏击，全部牺牲了。什么？妈，清雪，听妈妈的话，不要从军，我要步你爸爸和哥哥的后尘，找个人嫁了，牺牲做堂哥，平平淡淡的过完下半辈子，好不好？清雪，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妈，妈，妈，我要听你的话，收敛锋芒，洗手做堂哥，照顾婆婆，抚养小姑，却被孟家欺凌至此。也许这个时代，女人更应该靠自己。啊，对不起，这一次我要换一种活法。
少帅，前线电报。陆司令，孟云山的事情我听说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主持公道。坐。陆司令，清雪呀，你不该和我这么生分。陆伯父，我知道你愿我战场上冒进，害得你父兄牺牲，你也一直不愿意理我，就连结婚也是孟云山过来找我，我才有机会为你们证婚的。这个臭小子，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做主，至少不能让那个女人抢了你的正妻之位。陆伯父，我找您确实有事情要求您，但不是让您为我做这些。不是这些，那是想让我罚孟云山，还是不许他娶那个蒋婉呢？我父兄从军时，您是元帅，我结婚时您又是证婚人，所以我找您是有2个请求：一是同孟云山离婚，二是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参军报国。那我若是不同意呢？那清雪便只能自作主张，将孟云山告上法庭，想办法解除婚姻。他既已负了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有的。好，无愧是顾家的女儿。我早就说过，顾家无论男女老少，有的一定就是这身傲骨。只是愿意帮我，这是自然，不过要等一等。什么意思啊？你放心，老顾是我的下属，他更是我的兄弟，我不能看着他的女儿受委屈。你等我几日，我必定会给你个答复。陆司令还是不肯见我吗？当年云山和顾清雪结婚的时候，陆司令可是亲自到场证婚的，为什么现在连见我们一面都不肯呢？陆司令说了，孟将军既然有如此主见，又何必请他做见证？顾清雪，你怎么在这儿？穿成这样，是觉得模仿婉婉就能讨我欢心吗？顾清雪，你昨天口口声声说要离婚，今天就跑到司令部来求陆司令给你撑腰了，是不是？真是个虚伪的女人。你果然去告状了。你听陆少帅提起陆司令，就想借他来压我，逼我放弃娶婉婉，对不对？司令都说什么了？不必想，我没有做这些事。好歹你也是军人世家出身，这般敢做不敢当，亏我昨天对你还心存愧疚，现在看来连婉婉一根手指你都比不过。你到底跟陆司令说了什么，让他不愿意见我们？他不会真的不允许云山娶我吧？放心吧，你们的婚姻稳妥至极，绝对不会取消的。看来他也是吃了闭门羹。云山，我就说你有军功在身，司令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怪罪于你的。以后我们再和他多走动走动，你依然是他的爱将。聘礼就按这个规格吧。不行啊，少爷，这个聘礼我们准备不了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准备不了？现在孟府已经没钱了。胡说什么？这么大的孟府，这点银子都拿不出来。金条20根，宝石头面2副，翡翠镯子4对，蜀锦100匹。云山，这确实多了些。那蒋婉虽是名门，但又不是权贵，聘礼至于下这么重吗？母亲，蒋家也是政坛人物，而且清流的名声一直在外。我若娶了蒋婉，对我的仕途也十分有利。况且这些钱也不多，当初娶郭清雪的时候，不也就这规格吗？
少爷，当初成亲的时候，可是陆司令私下贴补了不少聘礼啊。现在府上能拿得出手的现钱也就几千银元，就更别说这些首饰了。这么大的孟府，没了人帮衬，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现在谁管家？是夫人。顾清雪，她管家就管成这个样子，找她负责。夫人，您看看这个月的账目，少爷过几天娶妻的钱该从这里。王管家，我已经不是孟府的夫人了，以后府上的事情也别再来找我。之前我用家产贴补的钱，你记得算一下总账，一定要还回来。对了，这个月孟思巧私自支了500银元打首饰，还没记账，你记得一定还上。夫人，你就别说笑了。我没有说笑，有什么问题就找老夫人吧。顾清雪，我本不想与你这种深宅妇人对峙这种事情，没想到你现在连账本都不理了，闹够了没有？收起你那莫名其妙的自信，我没有闲心于你。没有胡闹。那你说说，这家你是怎么管的？是不是该取了你正妻的位置？既然你非要与我对峙，那我就同你说清楚。这一年你出征在外，孟家的几间铺子根本就不够孟府的花销，光你母亲治病就花去了几万银元。还有你这妹妹，这人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成天与那些世家小姐出去逛街，买衣服首饰又花去上万元，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掏钱补的亏空，至于你，你没有脑子，难不成还不长眼睛吗？不知道自己看账本吗？你胡说八道！难不成堂堂孟府靠你一个女人养着？没错，孟家一群酒囊饭袋之徒，不然你以为你离家1年，这到底是谁在供养着孟府？云山，这一年你不在家，不知道情况。清雪呀，可是我们孟府的大功臣，你看看这几天闹也闹了，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呀。现在又把我当一家人，怎么又有事求我？自家人说什么求不求的，这孟府的账上不太宽裕。云山娶妻这事儿，你先拿点银钱出来吧。这孟云山娶妻要我拿钱，怎么？他新婚宴是不是也要我替他去圆房啊？清雪，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向来是贤妻，这点事儿自然是愿意为孟家做的。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我不愿意。清雪，你不就在意这正妻之位吗？昨天呀，我已经和云山商量好了，你不必做侧室，等蒋婉进门，你们不分大小，就以姐妹相称。母亲，他不懂事儿，你随便先说2句，稳住他。到时候新媳妇进门了，这事儿怎么说，还不是你来决定？清雪，那个位置留给你就是了。这孟家的正妻位置我不稀罕，不过这银子呢，我可以说。这就对了，只是不知道这欠条上谁来签名。欠条？什么欠条啊？当然是借钱给孟云山娶妻的欠条啊。这利息呢，我也不要多了，就按市场价计算就好了。不是吧？这孟家已经沦落到了乞讨的地步，这借钱不打欠条，死皮赖脸的同人要了吗？我以为你懂事了，没想到更过分。这钱呢，你要是借不起，我把利息给你抹了也行。只不过这明天报纸上的头版头条将会是孟家少爷用原配的家产迎娶小三儿，不知道这面子算不算得住？你行了，不想与你们废话了。兰若，收拾好了吗？好了，走，回顾家。简直是个疯妇！这是什么东西啊？以前像这些茶叶、食材都是顾小姐负责采购的，现在她不管家了，
手底下的人都忙着捞油水，买的自然都是劣质茶叶。谁给他们的狗胆？还不打扫干净？府上的人都去替您置办婚礼了，待会儿我来给您打扫吧。孟府几十个家丁，连个打扫的人都没有。本来倒是有几十个人，但是里面有一半是跟着顾小姐陪嫁来的，剩下的一小半都是她花钱招的。现在顾小姐走了，底下的人自然都走光了。现在府上只剩下不到10个仆从了。够了！你是拿顾清雪好处拿多了吧？替他来刁难我的。堂堂孟府，离了他就要垮了是吧？他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后悔。祖父，聘礼的事你解决不了，我自己想办法。滚！是。云山，我看这贱人是不愿意拿钱出来了。到时候蒋琬进门，还不知道他会闹出什么花样。既然他不愿意拿钱，留着他也没用啊，倒不如干脆点休了他。母亲，这样外面的人会说我们孟家不讲道义的。哼，一个孤女，有谁会替她撑腰？何况她还有不少值钱东西都在府上呢，就直接把她逐出去，一样都是去带走。到时候她的那些家产就都是我孟府的了。这就这么办，绝对不能让她顾清雪骑到我孟府头上来。哼！妈妈，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近几日顾清雪大闹将军府，母亲实在为难，要我休了她，你同意吗？要是休了顾清雪，府里可少了个替我干活的冤大头。不过看他那狐媚样子，赶他走也是好的。云山更能一心在我身上。妈妈，妈妈，云山，这顾清雪表面温婉，实则如此恶毒，不留他也不是你的错，大不了多给他点钱财，让他出去自谋生路。妈妈，还是你善良，母亲实在太过刻板，还想让我扣下顾家所有财产。我早就说了，没有顾清雪，我也能凑齐你的聘礼。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没有顾清雪的家产，孟府连聘礼都拿不出来？这几年我征战在外，孟家入不敷出，确实所剩不多了。那孟府只剩个空壳了？妈妈，你放心，等我们成婚后，我一定会继续征战立功。到时候，陆司令他少不了封赏。依我看呢，顾清雪这种女人不可对她太纵容，她的家产你不能让她带走。妈妈，本就是她有错在先，你给她一笔钱够她活命，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若是全部退还家产，容易让外人误会是你对不起她，你说是不是？倒也是如此。既然你和母亲都这么说，那就随你们吧。顾清雪，你想通了没有？想通什么？你身为人妇，寡廉鲜耻，搅得家宅不宁。现在给你悔过的机会，若仍执迷不悟，孟家就要休你出门。孟老夫人，如果你叫我来就是让我听你这些犬吠的，那你以后就别来烦我。混蛋！顾清雪，这种难听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果真是最毒妇人心。夫人怎么了？我们女子上知礼节，可不会做出像你们大男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来。不光是男人，还有些口口声声说看不起别的女人，也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东西。大胆！一个丫鬟，谁准你这么说话？有谁准你碰我的人？谁又准你碰我的人？云山，顾清雪，本想给你留点情面，我要休妻。休妻？就凭你和这只有空架子的孟府，我顾清雪和你之间只有我不要你。休妻？你不配。顾清雪，你算什么东西？哥，现在就把他赶出孟府，让他永远也别再出现。原来如此，你们不过是想借着休妻的源头，
霸占我顾家家产。孟家果然还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厚颜无耻。你别以为我不敢打女人，胡闹要有个限度。孟云山，我成亲时陪嫁有1万两黄金，10箱珠宝，还有10几间店面。若是我愿意把这些都送给孟府，换你让蒋婉做妾室，你可愿意？你哪来这么多钱？顾家毕竟破败了，以蒋家在郑界的威望，普通的银钱可比不了。我还以为你要说你和蒋婉真情不换呢，看来也不过是贪图女人，何必装深情？可笑！我和婉婉自然是真情，我们情比金坚，你不要挑拨离间。顾清雪，你不要再挣扎了。云山，把他赶走吧，他的钱1分都不要让他带走。出嫁从夫，这些都是属于孟家的。蒋婉，你嘴上说着直率，心里却全是算计。嘴上说着自己是新时代女性，可满脑子都是不堪的封建思想，仗着自己流过洋就肆意拉踩别人。你这样的人，比孟云山更让人看不起。我顾清雪是走是留，我自己说了算。今天我就要带走顾家所有的家产，谁能拦我？你既然如此嚣张，是要教训教训你了。想打我，也要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顾清雪，我还不了解你，一个深宅女子，你懂用枪吗？你会用枪吗？你居然会开枪！我10岁时就跟爹爹玩枪了，对付你还绰绰有余。顾清雪，你疯了！你敢对我儿子开枪？疯子，你快把枪还给我哥！还给他？好啊，让他自己来拿。不过想从我手里抢东西可没那么容易，顾家家产也是，这把枪也是。你哟，手滑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功夫？孟云山，你还真是一个废物。像你这样的，到底怎么领军打仗？顾清雪，你真是个毒妇啊！像你这种人，不仅应该让我儿子把你给休了，更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多么恶毒。好大的胆子！这件事儿问过我了吗？好大的胆子！这件事儿问过我了吗？陆司令，陆司令，你怎么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孟家的家事，让您见笑了。都是顾清雪这个毒妇羞辱自己的丈夫，云莎正要把她休出孟家。你要休妻？陆司令，顾清雪不敬婆母，不守家规，实在不配为人妻。哦，那这件事儿先不说，我这儿有份文件，你们看看再说。哎呀，肯定是云山的委任状，我早就说了，云山呀立了大功，司令呀肯定会给他升职的。多谢司令栽培。哼，我什么时候说这文件是给你的了？这份文件是给顾清雪的。给顾清雪的？顾清雪，你果然去求了陆司令，想让他保住你的正妻之位，是不是？顾家人死光了，你就去找陆司令给你撑腰。顾清雪，你太不要脸了！放肆！顾清雪父兄为国牺牲，堪称满门忠烈，你有什么资格羞辱顾家？孟云山，你们孟家的家教就是这样的吗？司令，我妹妹年纪小，不懂事。子不教，父之过，长兄为父。你妹妹不懂事，那就是你这个做兄长的失败，自己家里的事都处理不好，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我的部队了。
跟顾清雪道歉。哥，你让我跟道歉。对不起。顾家和陆家本就是世交，顾清雪就如同我陆红的女儿，其父兄为国牺牲，所以我才为顾清雪特制了军权印信。从此以后，凭此印信可以随时调动我陆家军队，以后谁若再敢欺顾家无人，就是跟我陆家军作对。什么？他这是把军权给顾清雪了？那岂不是说在军中除了司令和少帅，顾清雪权力最大了？那我儿云山的地位岂不是在万人之上了？哎呀，云山呀，你看看你还是那么冲动，夫妻俩哪有不吵架的？你怎么能说出休妻这种话呢？来来来，快给清雪道歉，以后啊好好过日子。来来来。顾清雪，顾家和陆家是世交，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说与不说重要吗？你不是说你和蒋琬情比金坚，不在意世俗？顾清雪，你不就是仗着自己出身好吗？你都有陆司令护着了，为什么还要来和我抢男人？我早就说过了，这样的男人，我不屑与你争。孟云山，看清楚，这是司令部盖过章的和离书。你那日去司令部是为了求和离书，不是为了当正妻之位。没错，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再无关系。没了，没了。兰若，收拾东西。是。来人，搬东西吧，都看好了啊！凡是属于顾家的，一件都不能留给狼心狗肺的负心汉。搬！住手！住手！你凭什么搬我孟家的东西？你们孟家的，这些都是我们小姐花钱买的，赶紧闪开，要不然我连你的衣服一起给扒了！不要！小雪，要不要我叫兵帮你搬呢？不用，顾家不差这些东西，拿不走的就都砸了吧。妈！来人！叫大夫！妈！顾清雪，你个毒妇！云山，我们不能认输。他顾清雪这么对孟家，我们不能放过他。他现在有陆司令护着，我能怎么办？陆司令要是真的看中顾清雪，之前怎么不见他和他走动？他就是仗着家里死了几个人，陆司令一时可怜他，给了他军权印信。但是在部队里，死人哪有活人有用？云山，陆司令很快就会厌弃顾清雪的，到时候你再多立军功，他还是得看你脸色。你说的对，婉婉，等我们正式成亲以后，你就是真正的孟夫人，我一定让你过得比顾清雪幸福。小雪啊，这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陆伯父，我上次也跟您说过了，我也想像我父兄那样奔赴沙场。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上什么沙场？这军权我都给你了，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你大可以把印信拿出来，这可是实权，那比挂个将军的虚名要强多了。陆伯父，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军权，而是要报效国家。只要能让我上阵杀敌，哪怕让我做兵也可以。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顾家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要是在战场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100年之后我怎么跟老父交代？陆伯，别的什么事儿都好说，唯独这件事，说什么都不行。兰若，我不想去。小姐，湖边景色可好了，你别总是在家里闷闷不乐的，出来散散心多好。小姐，怎么了？那2个人看起来怪怪的，而且身上都是我妈，有硫磺的味道。没错，就是陆南轩的行军路线图。走，咱们出征。小姐，站住！小姐小心！行，不好，走去司令部。小姐，到底怎么了呀？行军路线泄露，陆家军有危险啊！陆伯父，清雪，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出事了，前线的行军路线泄露了，敌军肯定准备好了埋伏，你必须现在就派兵增援。清雪，你不能因为我不让你行军打仗，你就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您相信我，我刚刚亲眼见到了2个间谍拿到了地图。亲眼见到？那除了你自己，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兰若也见到了。她是你的侍女，当然会听你安排了。陆伯父，我绝对不会拿这种事情骗你。那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快调查。来不及了，您必须现在就派兵增援。现在前线战事正紧，所有的军官都有军务在身。如果不是确切消息，我是不可能随意调兵的。那让我去，您只要给我一股小部队，我去支援陆南轩。清雪，你费尽心思，果然还是为了去打仗。我说过，别的事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件事不行。陆伯父，算了。哎，清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背着我拿印信，偷偷调兵出城，对不对？你跟你父亲一样去。今天晚上你哪儿都不要去，就给我待在司令部。陆伯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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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司令，陆伯父！哎，小姐，你要干什么？兵贵神速，前线危在旦夕，他们等不到调查结果，现在只能我去了。兰若，你留下，若是陆司令回来，就告诉他，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可是小姐，你不能自己去啊。没事，我顾清雪一个人可敌千军万马。撤！撤！撤！少帅，顾清雪来了。顾清雪，顾清雪，她不是孟云山的老婆吗？孟云山和咱们也不是一支队伍的，她来干什么？让她进来吧。是。继续说。陆少帅，我是顾清雪。我知道，你有什么事吗？我有非常紧急的军情。就在5个小时之前，我亲眼看到了敌军的间谍拿到了你们的行军路线，你们随时有暴露的危险。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陆少帅，我愿意用性命去起誓，请您相信我。我相信你。什么？你相信我？我了解你的为人。我了解顾家的为人，所以我相信你。少帅，那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立刻换线路啊！敌人一定会在行进路线上给我们设下大量埋伏。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陆司令没有派人来吗？陆司令正在做别的安排，应该很快就会派兵增援。少帅，你还犹豫什么？其实除了改变路线，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将计就计。继续说。敌军自以为掌握了我们的情报，我们可以假装不知，继续前进，暗中派部队绕后，然后里外夹击，歼灭来设伏的敌人。小姑娘，你少在这胡闹了！你怎么知道敌人在哪设伏？是啊，就算你知道了设伏地点在哪，敌人的兵力远多于我们1倍。现在陆司令还没到，我们哪有那么多人手去进行反包围？行了行了，你能孤身前来给我们报信，我们已经很感谢你的勇气了。但是打仗，这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孟云山陪你过家家，趁着还没有被敌人发现，你赶快回去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具体路线，但我知道你们要去的是海城，所以你们要走的必然是这条路线。因为最省时的路线一共只有这2条，这条路虽然近，但是树林多，不易穿行。既然选择这条路线，那么路上适合伏击的就只有这3个地点。这个地方虽是峡谷，但是地势过深，想要围困需要大量的兵力，敌军还来不及调。而这个地方呢，地形险恶，易守难攻，是一个伏击的好地点。但是呢，它距离平原近，容易留下脱困缺口。只有这个地方有多个岔路口，因此敌军很难判断我们的行进路线。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太过于防备。现在敌军掌握了我们的情报，一定想打我们一个出其不意，在我们选择的岔路上进行伏击。只要我们带领小股部队拿下指挥部，我们就能趁机反杀敌人。小姑娘，你这都是从哪里学的？孟云山教你的？自我识字起，我的父亲就带着我读兵书，留学时在国外也精读了军事理论。孟云山，论行军打仗，10个他都不是我顾家人的对手。好，果然是将门出虎女啊！可是你说的固然有理，但是在指挥部毕竟是防守森严，你想要突破进去，恐怕痴人做梦吧。擒贼先擒王，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设立一个狙击点，击毙掉对方的指挥官，拿下指挥部不成问题。从这里狙击，咱们营里枪法这么好的只有陆少帅一个人，但是陆少帅还要指挥咱们军营。我猜他说的狙击手不是我。那是谁啊？我？你？哎，别开玩笑了。我承认你纸上谈兵很厉害，但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纸上谈兵。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准的枪法？我知道你肯定在顾家练过枪，但是这回可不是打靶子。何况这种条件下来用我，连我们也不敢打保票。你信不信我？我相信你。少帅，这可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啊！这不是感情用事，我相信顾清雪绝对不会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如果各位不相信我，我可以立军令状，如果我完不成任务，军法处置。这不可能！我也陪他立军令状，如果顾清雪完不成任务，我愿交出兵权。好，既然少帅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赌一把。赌一把，布置军令。你为什么会信我？因为你是顾清雪啊。我是想说，因为你是顾伯父的女儿，虎父无犬女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任务。好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这叫什么事儿？残疾了，叫听这个没上过战场的女的指挥。嘘，你小点声，你没听说吗？这女的和陆少帅关系不一般。那就让咱哥几个陪他一起送死啊！还狙击指挥官呢，吞掉指挥部。哎呀，真会吹牛！这些大小姐养尊处优惯了，哪知道打仗是啥样的？到时候枪一响啊，怕不是还得哭鼻子。我不需要你们的认可。既然陆南轩把你们派给我，你们就必须执行命令。谁若敢违抗军令，我有权利将就地正法。是。这女的
怎么比陆少帅气势还强啊？哎，装的罢了。到时候打起来肯定第一个跑。哎呀，这距离我看都看不清楚，能打着？我可不信。铁碎，嘿，哟，真打中了！哪，让我看看，这是人能有的枪法。所有人听我军令，抽风！少帅，我们这一战大获全胜，对面指挥官一死，全军大乱，我们歼灭了对面一半的敌人，而我们的部队伤亡几乎是零。对，这顾清雪简直是太神了。顾清雪，你太厉害了！原先我还看不起你，你可狠狠打了我的脸啊！果然，顾家儿女没有弱的。是啊，原本呢，少帅是我心目中的枪法第一，从今天起，你才是我心中最强。顾小姐啊，不，顾枪神，哎，你那个枪法一定要教我们。就你那个枪法瞄准那么远，那姿势怎么打？好了，庆功的事留到下次。司令派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休整一天，明日配合援军一鼓作气收复失地。是，我们终于有机会把海城夺回来了，一雪前耻。少帅，这次我申请，我要和顾枪神一起，我想亲眼看一下他的枪法。还有我。好了，顾清雪，我自有任务安排。少帅，不知道这次援军领兵的是谁啊？少帅，报告少帅，援军到了，让他们进来。是。少帅，少帅，奉司令军令，领军1万前来支援。好，辛苦孟将军了。孟云山，没想到你小子藏得这么深啊！有这么好的妻子，以前从来没带出来给我们认识。是啊，我一直以为是娇气的贵小姐，真没想到巾帼不让须眉，这一打仗就立了大功。你能娶这样的妻子啊，是你的福分。多谢二位，但你们消息倒是挺灵通啊。诸位过奖了，我只是自认为不该像其他女人那般娇弱，上次战场立功也是侥幸。你是谁啊？我们夸的是云山的妻子，你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云山的妻子蒋婉，你们夸的正是我。什么？孟云山的妻子？不是顾清雪吗？顾清雪？你怎么在这儿？你们夸的人是顾清雪？那当然，我们好歹也是久经沙场的人，可不是随便就夸人的。顾清雪竟然不是你的妻子，老张又乱说话。不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我还去随了份子钱呢，没错啊。这事儿亏我没有早说，我和孟云山已经离婚了。不过我觉得这种小事也不值一提，所以就忘。不值一提？顾清雪，那你为何来战场？不就是为了效仿婉婉从军的行径吗？我告诉你，就算你东施效颦，我也不会回心转意。战场不是深宅，别给大家添乱。孟云山，你少自作多情。我来战场是为了这些将士。早在和你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想和你有任何瓜葛。你们到底为什么离婚？我与云山在战场相识，回家后，顾小姐实在是容不下我，闹了几回，就闹得离婚了。确实，孟先生带蒋小姐一起，执意要娶她为正妻，把我降为妾室。我也是找司令帮的忙，才好不容易保出了顾家家产，离了婚。原来是负心汉和新妻女啊，绝配呀，绝配呀！啊，你说什么？怎么了？够了，这里是军队，不是你们谈论是非的地方。孟云山，即刻整顿你的1万部队，交给顾清雪领兵。交给顾清雪？凭什么？少帅，他是什么身份？凭什么统领军队？你又是什么身份？凭什么在军营里面指手画脚？
我是孟将军的未婚妻，也是立过功的随军参谋。他顾清雪算什么？我以电连司令，司令亲封顾清雪为少将，由我亲自授衔。他领兵作战有什么问题？少将，我随军1年不过是少尉军衔，他刚来就是少将，凭什么？你还有完没完？顾清雪在危难当中为我们输送情报，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率队击毙敌军指挥官。可以这么说，我们整支军队都是他救下来的。立下这样的奇功，当个将军是应该的。不可能，她一个深闺长大的女子，懂什么行军打仗？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看在她跟陆司令有关系，想捧她上位，把其他人的军功全扣在她头上了。好，抱歉，这样得来的军衔，我不服。你不服？这里是军队，不服军令者死。少帅，婉婉性子急忙，请您多谅解。您的军令，我们服。你离婚了？那天你也看到的，孟家欺人太甚，我也没必要再忍。离得好，孟云山那小子负心薄幸，早就该离了。好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啊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云山，你为什么要拦着我呀？难道我说的有错吗？你说的没错，但很明显陆少帅站在他那边，你再说下去难免被责怪。我就是看不惯顾清雪，他明明什么本事都没有，凭什么靠别人捧着就能有少将军衔？别人捧着他，我可不捧。我想好了，我要在军营里公开挑战顾清雪。婉婉，要不算了吧，或许他不是什么本事都没有，毕竟那天你又要提他的枪法了，对不对？那天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或者你是不是对他余情未了，故意让他？你堂堂孟将军，难不成连顾清雪一个深宅女子都比不过？当然不是，我只不过是不想跟女人动手，让她有了可乘之机。想来也是如此。我可是上过战场的，就算他会用枪，也肯定比不过我。等着吧，我一定要在所有人面前狠狠打他的脸，看他怎么领兵。哼！各位，我听说蒋琬要和顾少将开战。顾清雪一介女流，刚来前线2日就破格提升为少将，现在还当我们的指挥官，简直就是耻辱。蒋少尉为了我们这些士兵出头，真令人佩服。不是，兄弟，新来的吧？我是孟将军带来的兵，跟你们这些屈从权贵的货色不一样。哈哈哈哈！等会儿有你们打脸的时候啊！哎呀，孟云山，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少帅，我跟云山带来的援军是打仗的，不是给顾清雪这种女人当保镖的。她一个踩着别人军功赢得虚名的女人，凭什么领兵啊？对，我们不服这个女人，我们不服，我们不服，我们不服！你好歹也是个参谋，大战在即，却在此扰乱军心。就是因为你这种人还能领兵，才导致军心不稳。怎么，你要是不心虚的话，敢接受我的挑战吗？既然你要自取其辱，我有什么不可？慢着，慢着！少帅这是担心了？放心，我不会让顾清雪输得太难看的。蒋琬，如果你赢了的话，我可以给你和孟云山指挥权，但你要是输了，我怎么可能输？少帅，我知道你这是想吓退我。行，我要是输了，自摘军衔，离开军队。这样说你满意了吗？军中无戏言。顾少将，请吧。你竟然如此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今天必让你狠狠的丢脸。蒋少尉，不要手下留情，好好的收拾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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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他。给了你这么多机会，还不认输？现在服了吗？现在服了吗？不可能，我不可能输！按照军规，蒋琬即刻革取军职，逐出陆家军。明日，先锋部队由顾少将统领。还有谁不服吗？顾少将威武！顾少将威武！我来。哟呵，这不是蒋少尉吗？他怎么搁这儿呢？忘了，他挑战顾少将输了，待这儿了。对了，别叫错了，人家已经被革除军职，不能再叫蒋少尉了，得叫孟夫人。走，你们都快顾清雪！行了，还不够丢人？我丢人？我丢人不还是为了你？难道你就甘心就这样让顾清雪踩在你头上吗？没了领兵权，你拿什么建功啊？事已至此，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有一个办法，趁今晚你没交出兵权之前，带兵去偷袭敌军，赶在顾清雪之前拿下军功。好好看！你就是陆伯伯家的那个哥哥吧？啊？怎么了？不会被我撞傻了吧？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我可喜欢了。我把它赔给你，你原谅我好不好？是吊坠，是吊坠啊！是吊坠，也太丑了吧！陆少帅，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还喜欢这种小孩玩意儿？哎，你不能说他丑。少帅，我是实话实说，难不成是哪家姑娘送的？啊！看来是我猜对了，原来堂堂陆少帅也有心上人了，不知道是哪家姑娘。是少帅，不好了！什么事儿？孟将军私自带队偷袭敌军，结果被敌人给活捉了。什么？你要是担心他，我可以调兵给你去救他。这个废物，这么好大喜功，为了私欲置将士于不顾。少帅，你千万不要冲动，绝不能贸然派兵，否则会打乱我们明日的战术。你不是担心他？我担心他做什么？我担心的是明日我们的攻城计划。不行，我们必须得重新布置，确保明日我们的顺利攻城。顾少将，敌军守备已按计划控制住了。好，随我来。清雪，清雪，别走，清雪，我从未想过你如此有本事，是我对不住你，如今还能原谅我吗？孟云山，有这时间，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面对军事审判，违抗军令，革职都是轻。不，
私自出兵不是我的本意，是蒋琬。清雪，你帮我，再跟少帅求求情。孟云山，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般贱的男人。我自己犯了错，却永远只躲在女人后面。你口口声声说为了爱情，但那只不过是你为了满足私欲的借口。其实你最爱的只有你自己。你怎么说我？因为我离婚伤了你的心，这件事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我唯一伤心的是我以前瞎了眼，竟然对你还有所期待。孟云山，我的名字从来都不是朝如青丝暮成雪，而是青海长云暗雪山的青雪。我的父亲以从军行为我请，是为了让我报效国家。孟云山，我顾清雪的人生不需要你。不，顾清雪，你会后悔这么做的。妈，好消息，前线收复了失地，听说哥哥率领的先锋军率先破城。哎呀，还有一位女将军立了大功，司令说要立功的将士们游街庆祝呢。肯定是云山和蒋琬。夏青铁，上次庆功宴被顾清雪那个女人抢了局，这一次我们孟家一定要风光大办。走走走，恭喜啊！恭喜恭喜！孟老夫人，这孟将军短短时间内就立了2大奇功，这靠的是您的教导有方。哎呀，哪里！这孟小姐出落越来越标致了，是否说亲啊？我眼光高，平常人家我可看不上。没错，现在哥哥和嫂子又立了功，孟小姐找什么样的夫婿都不为过。哎，对了，陆少帅还未婚配，跟孟小姐正合适啊！这事儿还是得母亲做主，看缘分。哟，你看，来了，这走在首位的就是孟将军和夫人吧？这孟家可是找到一位好夫人呢。不可能，怎么可能是那个贱人？思乔，你是不是看错了？真的是他，是顾清雪。顾清雪，他怎么会在最前面？不会是勾引了陆少帅，抢我哥风头吧？我早就说了，他就是个荡妇，明明是功臣游街，我儿子没在第一排，他凭什么？司令部守谕，本次战事最大的功臣是顾清雪。顾清雪身先士卒，2次率先击杀敌方首领，立下赫赫战功，因此司令破格提拔他为军中少将，日后统领城防军。这不可能，顾清雪他怎么可能会打仗？肯定是司令为了跑他，给他硬安了军功。孟老夫人慎言，司令向来秉公无私，怎么可能用战功来捧一个女人？何况看着军官们十分幸福的样子，明显手谕所言非虚。你好歹也是将士家属，怎么能这样说一个为国立功的军人？您还不知道吧？这顾清雪以前可是孟家的儿媳妇，前2天孟云山非得休妻再娶，现在顾清雪如此得势，他们怎么可能不眼红？顾清雪，你个贱人！顾清雪，陆少帅呀，请问我儿云山怎么没来游街呀？孟云山，他和他的妻子蒋琬为抢军功，差点酿成大祸，现在已经被押回司令部受审了。把咱们都叫来，我以为有什么喜事，原来是看他们家的笑话，白浪费我那么多好话。放着顾清雪这样的宝珠不要，却把蒋琬这样的榆木当珍品，这回脸可丢大了。我要是孟老夫人，气都气死了。散了。父亲，我来了，坐。游街结束了？这清雪呀，在战场上的表现我都听说了，跟老顾比，那也是青出于蓝呐。这次你和他并肩作战，有没有什么感受？清雪的确是个好将领，胆大心细，用兵如神，枪法更是一绝，连我都自愧不如。要是以后能一同作战，想来战事也会轻快些。
这清雪确实算得上是巾帼英雄，人长得也漂亮。我觉得呀，这接下来想要娶她的人，还不得把顾家的门槛给擦破了。我这个做伯父的，也该早为她的婚事着想，免得再碰到孟云山那种负心汉。哎，对了，南轩，你作为他的长兄，也应该给参谋参谋呀。父亲，我觉得啊，对了，那个张凯好像还没婚配，对吧？年龄也不大，和清雪又同为将领，算是般配。不过呢，这找个文人也不错。我在市政府还有些朋友，我这几天我就去打听打听，看谁家的儿子合适，咱给清雪介绍介绍。不行，不行？怎么不行？你难道不想让清雪结婚吗？因为我想娶她为妻。你个臭小子，你终于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啊！我要不刺激刺激你，你是不是要把这点心思给带进棺材里啊你？一个大男人，那碰到自己喜欢的姑娘就去追呀！我说你小子，你怎么一点都没有你老子我当年的风采呢？赶紧滚蛋！干什么去啊？买礼物去顾家提亲呐！哦，哎呀，赶紧走！陆少帅，你怎么在这站着啊？快去坐！啊。怎么了？看你神色不自然，是又有行动了吗？不是，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点私事。私事？我想问你，是司令想问你，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在国外呢，学了不少军事理论。我打算在城防军中建一支新式部队，除了咱军队内部，我准备用顾家家产投资一家军工厂，争取咱以后的武器不再依靠外国。哦，对了，现在不是流行实业兴邦吗？我也计划着多做一些实事。那婚事呢？婚事啊？少帅，你也听到了，我的计划排得那么满，哪有时间考虑婚事啊？过去结婚不过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不过现在我也想清楚了，不结婚对于我来说更好。那你就没有喜欢的人吗？没有。啊，少帅，跟顾小姐提亲的聘礼到了。向我提亲？陆少帅，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司令的意思。他嫌我年纪大了，催着我成亲，就赶紧想让我结婚。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现在就让他们拿走。嘘，我没说我不愿意啊。你愿意跟我成亲？我知道长辈催结婚催得紧吧？你是不是嫌陆司令催得烦了，想找我帮忙，给我假结婚应付他们了？哎，咱们是战友，帮忙肯定没问题的。再说了，这年代独身女子面对的流言蜚语太多，正好假结婚堵住他们的嘴。不过，就怕你嫌弃我是二家，连累了你的名声。我不嫌弃啊，你怎么样都好，是他们眼瞎。不过咱们两个成亲，你不怕那个姑娘知道吗？她不是你的心上人吗？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原来如此，少帅也是个可怜人。没事，咱们先结个形式上的婚，若是以后你反悔了，告诉我一声就行。我此生都不会反悔。我是说，
既然你同意跟我成亲了，就别再叫我少帅了吧。确实不应该。那我就叫你南轩吧。好，清雪。我还有事，你自己待会儿。少帅，属下刚才是不是做错什么？你做挺好。什么？你要和一个二嫁妇结婚？不行，我坚决不同意。母亲，清雪秀外慧中，才情兼备，所谓的二嫁不过是那些世人的闲言碎语。此事我心意已决，请您成全我。你这个不孝子，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忤逆我！母亲，清雪是我爱的人，也会是个好儿媳妇儿。她进门后，我不希望你去为难她。儿子还有公务，先走了。这是没有天理了！一个离婚的女人怎么能把我儿子迷成这样？小慧，夫人，过2天就是我寿宴，你多备一份请帖给顾府送去。我倒要看看这顾清雪，她到底有什么本事。是夫人。等等，你再把孟家也加到宾客名单上，让孟家人务必到场。是。小姐，我可听说这陆家老夫人难伺候的很，这寿宴要不咱别去了吧？或者您跟陆司令说一声，让他给你撑个腰。我小时候倒见过陆夫人几面，没什么不好对付的。既然答应了陆南轩，我总不能一直不见婆婆吧？正好这次赴宴能和她熟悉一下。我这些衣服实在是素净，正好许久没逛街了。走，陪我买几身适合赴宴的新衣服去。好。太好了，云山！哎，这次寿宴你可要多结交大人物呢。我才不去呢！我刚被停职调查，要不是司令看在我有功的份上，现在已经被革职了。这个时候去宴会，不是等着丢脸吗？哎呀，云山呐，话可不能这么说。陆夫人的寿宴既然给咱们孟家寄了请柬，说明司令呀还愿意给你机会的。是啊，云山，这参加寿宴的都是达官显贵，你多与他们走动，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行，反正绝不会就这么算了。妈，我也要去。对，到时候呀，带上你妹妹，说不定啊，被哪位高官贵人看上，还能帮到你。可是管家一直不肯给我钱买衣服，我之前那些礼服都被那个贱人给毁了，我现在连件参加寿宴的衣服都没有。钱，一天就知道要钱，家里为了上下打点花了多少钱，你不知道吗？天天惦记你那点破裙子。那可是陆家的寿宴，到时候顾清雪肯定也会去，我难道要被他比下去吗？不会的。对，不能被他比下去。我还有钱，嫂子给你买衣服首饰。太好了，嫂子为我。对了，我还有2个小姐妹，到时候我叫上她们一块儿，让她们看看我们孟家才没有没落。对，我的女儿什么时候都是最漂亮的。嫂子，这金玉楼可是全城最大的珠宝店了。听说最近和国外的商家合作，引进了不少洋玩意儿呢。是吗？那这些可都是电影明星用的化妆品呢。四巧，这些东西可贵了，你买得起吗？我嫂子可答应给我买呢，今天我买什么都没问题。哇，蒋小姐不愧是名门之后，对自己小姑子懂得这么好。欢迎光临。顾清雪，你怎么在这儿？你蠢吗？来这里当然是买东西啊。你这种人懂这种潮流货吗？也以为跟风过来买东西，就觉得自己能赶上潮流了。这洋货你会用吗？哎，四巧，这顾小姐啊，顶多懂些舞刀弄枪的事儿，在战场上还管用，在这儿当然显得寒酸了。不过她不像我，出过国，见过世面，
人家不懂这些，你也没必要嘲笑人家，是不是？当然，他比起嫂子你啊，可差远了。别理这种土包子。我劝你，这东西别往脸上涂。说你没见过世面吧，就是没见过。这叫化妆品，就是要往脸上涂的。哎，小姐，你还是别涂它。怎么啦？你们金玉楼不是说了可以试用的吗？又不是买不起，干嘛那么小气？啊，这东西怎么这么黏糊？我听人家说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瓶指甲油，当然不应该涂在脸上。什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哎呦，是谁说着别人都不懂，结果自己却连最基础的化妆品都分不清楚啊？我当然懂了，我就是故意试试新花样。哦，哼，我觉得挺好的，我待会儿就买下来。哼，把这些都给我包起来。还有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一起买的啊。四巧，你现在出手都这么阔绰了？当然，也不看看我嫂子是谁，名门贵女，家底丰厚，更是慷慨大方。不像有些人，有点小钱了不起啊，天煞孤星，注定一辈子孤独终老。你，南若，哼。对了，我还有饰品没挑呢，赶紧给我挑挑，走，便宜的我可不要啊。顾小姐，你看，这款项链是我专门给您定制的，就这一条，专门给您留着的，您看看满不满意？还不错，装起来吧。好。好漂亮的项链啊！嫂子，我也要。这项链一看就不便宜，随便挑个珍珠项链就算了。不行，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被顾清雪比下去的。现在就一条项链我就比不过她，那怎么行嘛？掌柜的，这店里还有跟这条项链一个档次的饰品吗？这可没有了。你看，掌柜都说没关系，一条项链而已。蒋小姐要是想要，我可以让给她。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那麻烦蒋小姐付下款吧，这成本加上人工，一共1万大洋。什么？1万大洋？这蒋小姐，不会是付不起款吧？谁说我没有钱？但是这项链凭什么卖1万大洋？你这是狮子大开口。蒋小姐可不能乱说呀，这项链上的珠宝都是价值连城，况且都是我亲自托人设计打磨的。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配得上戴它的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我配不上这项链吗？没，蒋小姐，这我都没说。你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如果要不买，那就把项链给我。买，我们当然买。嫂子，你快付钱嘛！穆思乔，这可是1万大洋，我现在上哪儿给你拿这么多钱来？以前顾清雪都能给我买，你为什么买不了？这个嫂子倒，还没顾清雪强呢。你简直是无理取闹！蒋小姐，你到底有没有钱买啊？谁说我没有钱？我只是现在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我写份账簿，你找个人送到孟府上去取银票。好，拿纸跟笔。顾小姐，思乔，你说这掌柜的是怎么回事啊？你嫂子她拿下了这么大一个单子，她不好好来巴结你嫂子，反倒去找那个顾清雪去了。这不是钱还没到吗？谁知道？如果银票到了，掌柜的肯定就来巴结蒋姐姐了。穆思乔，哥，哥，穆思乔，你又在胡闹些什么？人家说你要买1万大洋的项链。
怎么了？我们孟府好歹是高门世家，连条项链都买不起。孟家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还在这胡闹。是嫂子要给我买的，花的又不是你的钱。啊，这不是孟家的人吗？之前不是挺威风的，怎么会一条项链弄成这样？你还不知道吧？自从孟云山回来，这孟家就没消停过，又是离婚又是停职的。听说离了顾家小姐，这孟家都快破产了。哦，原来是吃女人软饭的，哼，还世家呢，事情无赖都不如啊！哼，你还要丢人到什么时候？凭什么他顾清雪买得起，我就买不起？顾清雪，你是来看笑话的吗？孟家变成这个样子，高兴？孟家什么样子和我没有关系，我没兴趣看跳梁小丑。顾清雪，云山，什么笑话呀？咱孟家不是好好的吗？有我来帮助扶持你的事业，肯定是越来越好，怎么会比别人家差？对，你是刘国阳的，有你帮衬我，一定比其他女人强。欢迎光临。Look, these jewelry here are really pretty. 这金玉楼果然是名店，连外国人也来这里买东西了。你好，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Can you speak English? 你说什么 English? Never mind. 他们在说什么呀？我哪听得懂啊？之前我爸爸让我学洋文，我看见字母就犯困，我可学不会。我会英语。Hello, how are you? You can speak English. Great. 思巧，你嫂子这么厉害，还会洋文呢？什么洋文？你没听我嫂子说吗？那叫英语。我嫂子可是世家小姐，出国的，那见识层次跟你们都不是一个水平的，会几句英语那不是很正常吗？哼，有些人呢，狗眼看人低。现在知道我嫂子的厉害了吧 Miss, can you help me introduce these jewels? Oh, yes, Joris. Is this jade? Why is its color like this? Color? Oh, it's green. What's this? Looks like a weapon. It's a stick. What was that you said? I cannot understand. Be clear, please. Yes, I'm fine. Yes. 我怎么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不大会说洋文啊？听起来结结巴巴的。是啊，看起来他们也不像是能听懂你嫂子说话呀。你们懂什么呀？说不定洋文就是这么说的呢。She doesn't seem to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either. Let's go. 那两个外国人都要走了，看样子蒋小姐只是表面上唬人，不一定会说洋文吗？我嫂子都说了，她就是一时忘了。哦，她能说几句都已经很不错了。你们会说洋文吗 ？No， 我出国留学的，只是有点忘了。Please wait a moment. I can help introduce this juice. Miss, your English is great. Thanks. I studied ab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period of time. I see. Could you please help us? Of course. Let me show you. This is our traditional accessory, like a hairpin. This one. 原来顾清雪会洋文啊！之前总听思巧抱怨，我还以为她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怨妇呢。现在看来啊，她比蒋婉厉害多了。顾清雪有颜又有钱，我可真的是太喜欢她了。顾清雪，这两个人一定是你找来演戏的。你以为这样就能让云山回心转意吗？不可能。
OK。 It's very happy to chat with you. Can I contact you again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See you later. 你好，请到里面结账。顾小姐，今天多亏你了。小事而已，能多跟外国人打交道，也能帮金玉楼打开市场。是啊。清雪，你还会洋文？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还有事都让你知道吗？哥，你跟这个贱人废什么话呀？哥，她好歹是你嫂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少在这攀扯关系，我可不想和你们孟家有半点瓜葛。什么嫂子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她就是个……住口！把东西还回去，否则你自己出钱买。我赶紧滚！云山，我知道你是看顾小姐一介孤女，我们家大业大的，也不好欺负人家，所以才让思乔把项链还给人家，是不是？顾小姐，你现在还要买这条项链吗？顾清雪，待会儿拿不出钱来看你怎么办？今天我至少得让你也丢一次脸。顾小姐，这条项链呢，本来就是你要买的，我们就不跟你抢了，你把它买回去便是。这1万两大洋虽然不便宜，但是看刚才顾小姐云淡风轻的样子，应该是随手就能拿出来吧。本来是想让给蒋小姐您的，既然蒋小姐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那我就不好客气了。兰若，走吧。是。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里可是金玉楼，你付账了吗？你就想走？对啊，顾小姐，这金玉楼我听说可是从来不赊账的，可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坏了规矩啊。掌柜的，你也不拦着点顾小姐，还想着让我帮你要钱吗？要钱？要什么钱？你傻了吧？顾清雪她把项链拿走了，你不问她要钱？顾小姐拿了条项链，我跟她要什么钱？掌柜的，你什么意思啊？她顾清雪有什么特殊的，凭什么买了东西不用付账？你们还不知道吧？这金玉楼就是顾小姐的，我怎么能跟她要钱呢？什么？金玉楼是顾清雪的？当然了，这金玉楼一直就是顾家的产业，这还是顾小姐引荐我们进了一批洋玩意儿，要不然这店生意怎么会这么好呢？是你的产业，你为什么不早说？害得我们被这些人刁难。顾家有什么产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要不是我们小姐大度，我早就叫人把你们轰出去了。哎，兰若，可不能将他们赶出去，现在正需要他们呢。小姐，要几个混蛋干嘛？把包打开看看，是不是少了些什么？小姐，荷包不见了，会不会是被人偷走了？啊，那可不能让这小贼跑了。掌柜的，报警吧！掌柜的，报警吧！好。别，不能报警。为什么不能报警？会不会是你偷的？做贼心虚吧？你血口喷人！哼，我的意思是说，这金玉楼里来往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客人，这万一报了警，要是冲撞了贵客，那就不合适了。金玉楼是顾家的产业，有什么责任我担着。掌柜的，报警！是。不能报警！干什么呢？吵吵嚷嚷的！让开！哎呦，孟少将，他不是被革职了吗？你傻呀，随时都能复职的，咱们惹不起。孟少将，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蒋家的蒋婉，孟将军的夫人。啊，这个女人污蔑我偷她的荷包。你简直是颠倒黑白，分明是你。好了，哪儿来的丫头片这么多话？孟夫人哪儿说的错了？你们两个跟我们走一趟吧。
本该是维护百姓的巡警，就是这样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的。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知不知道我家小姐是谁？爱是谁是谁。老子见过自称富家小姐的多了去了。顾清雪，就算你再厉害又怎样？现在我才是孟夫人。一个废物男人而已，真不知道你怎么还当成了宝。你个没人要的二嫁妇，只会在这里嘴硬。没听到吗？赶紧走！陆少帅，陆少帅，看来平时你们就是这样欺压百姓的。不是，您误会了，我们带他们走就是想调查清楚。对呀，刚才孟少将非说孟少将，他都被停职了，哪来什么孟少将？倒是顾少将站在这儿，你们连最基本的尊敬都没有。顾少将是统领城防的顾清雪，顾少将。当然了，要不然还能是哪个顾少将？啊！妈呀，怎么是顾少将？真不好意思，顾少将，我们错了，我们……行了，我没兴趣在这听你们求了，自己回去领罚吧。哎，好。哎，想跑？松手！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小姐的荷包吗？还真是被你偷了啊！好你个贱妇，不但偷东西，还污蔑顾少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这不是我偷的，是我捡到的，不知道是谁的而已。这些话留着去警局说吧，走。哎，孟云山都被停职了，还这么威风。属下不敢。不敢？我看你妻子很敢啊。他刚刚说顾清雪什么？少帅，我没说什么。到底说了什么？我说顾清雪没有男人要。前些天我已带着聘礼上门求娶，经过我的百般祈求，清雪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以后她是我陆南轩的未婚妻了。孟云山眼盲心瞎，我可不是，我分得清谁是榆木，谁是珍珠。以后要是再让我看到谁拿婚姻之事攻击清雪，别怪我不留情面。陆南轩，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哪里做的不对吗？今天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蒋婉的话我也毫不在意，你没必要替我出来撑腰。可是我……放心吧，我答应和你结婚就一定帮人帮到底，你没必要着急公开。我不想让大家说我顾清雪做事是依靠你们陆家的。谁敢这么说？神言可畏，我倒是无所谓，但是我希望全天下的女子知道，不依靠夫家，靠自己也能闯出一番事业。是我考虑不周了。算了，你也是好心。对了，你来金玉楼做什么来？啊，我来是找你的。我听母亲说，她邀请你去参加寿宴。我父亲虽然是个军人，但他是个妻管严。我母亲一向很跋扈，我是想说，你如果不想去的话，我可以替你跟他们说清楚。没关系，早晚是要见面的。我正好也想见见伯母。你一向都会有办法。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寿宴我会准时到场的。走吧。你今天为什么要偷顾清雪的钱包？孟家就缺钱缺到这个地步了吗？孟家缺钱就缺到这个地步了吗？那我不还是为了孟家？他要是不出丑，所有人看的都是孟家人的笑话。那现在呢？全世界都说孟家的儿媳妇是个小偷，
你知道我为保你出来，拖了多少人，丢了多少脸？你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孟云山，你根本就是心疼顾清雪了，对吧？怎么，你现在是后悔跟他离婚，又娶我了是不是？果然后悔。当初是谁说立誓非我不娶的？现在才过了多久，你就又惦记起前妻了？那是你自己说的。你留过洋，学过新思想，那你现在，你哪一点比得过顾清雪？你终于肯说实话了，对不对？你心里就是觉得我比不上顾清雪。我告诉你，你现在后悔也没有用，没有我蒋家的帮助，你还有出头的日子吗？你等着吧，我会向你证明，顾清雪她就是不如我，你没有娶错人。云山，还站着干嘛？还不快去给大人物敬酒！哦。你今天真漂亮。我倒是觉得你在战场上时更帅些。贱女人！哼！云山，你陪我跳支舞吧。好。这才对，我才应该是全场的焦点女子的表率，而不是顾清雪那个贱人。我们也跳舞吧。啊？跳舞我可不擅长。没关系，我带你。以你的聪明才智，学的应该很快。你心里还惦记着顾清雪是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气愤的搭上了陆少帅，以后就更难压他一头了。你最好是这样想。这就是顾清雪，我看实在有些轻浮。母亲，父亲有军务在身，要晚一点过来。正事儿要紧。哼。陆伯母，哎，别！虽然我丈夫跟你们顾家算是老相识，但是啊，我与你可不熟，叫我陆夫人好了。陆夫人，看来这陆夫人并不喜欢顾清雪，她想嫁入陆家，做梦！陆夫人，您不知道，这个顾清雪最喜欢到处攀附了。之前她就赖着陆司令给她撑腰，现在见了您啊，又开始套近乎。
是吗？看着挺老实的，原来这么有心思啊。对啊，他之前在我们孟家当媳妇的时候，整天到处对外宣扬自己多么孝顺，实际啊，他把所有的管家权都握在手里，我们全家的吃喝拉撒都是他说了算。孟夫人是这样吗？哎呀，陆夫人，您是不知道呀。当时我儿云山出征不在家，他哄骗我拿了管家权，之后呀，孟府就是他的天下了。对我这个长辈呀，也是稍有不顺心就开始破口大骂的。包括之后我生病了，想求他开点药都很难呐。幸好有思乔照顾我要不然就病死了。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也未必，他要是好好的，孟家怎么能跟他离婚呢？大家都要以此为戒，这娶妻不贤呐，那是要毁3代的。这以后将来自己孩子要娶妻子啊，那得擦亮眼睛。啊，对，陆夫人说的是。你们孟家人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一如既往。顾清雪，我们说的可都是实话，你别以为家里那点事儿关起门来外边的人都不知道了。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恶妇的嘴脸。今天我就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恶妇的嘴脸。是啊，这说话是这样的。听说今日陆夫人请了中心医院的蔡院长，不知道蔡院长到了没有？顾小姐，你找我呀？蔡院长认识这位老夫人吗？她每次看病都是我亲自给看的，怎么能不认识呢？那这位总是照顾孟夫人的小姐，你应该也认识吧？这位小姐没去过医院，我怎么会认识啊？蔡院长，您肯定是记错了，我妈妈生病，我怎么可能不去医院照顾呢？我是老了，可不糊涂，我连个人我都记不住吗？孟思乔，既然你没少探望，那不知道你母亲每次固定住的病房是几号病房？3号病房。你胡说，孟夫人住的都是贵宾病房，这都是顾小姐亲自安排吩咐的。啊？是顾清雪亲自吩咐的？当然了，顾小姐每次靠的是顾府的人脉，包下了贵宾病房，而且每次孟夫人生病都是顾小姐亲自照顾的。对，我当时还挺惊讶，她只是一个儿媳妇，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不是这样的，你们两个串通一气，你帮着顾清雪骗陆夫人。对，就是每次的探视记录都在医院的档案室里，院里的医生都认识顾小姐，我好歹也是个医学名宿，为什么要撒这种谎呢？好你个孟家，原来你这么欺骗我，你是当我傻吗？我们不敢，我们只是计划谋取我们顾家的财产失败，对我怀恨在心，每次见到都忍不住污蔑一番吧。我早就习惯了你们孟家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谋取财产是怎么回事？陆夫人，这就是你的寿宴啊？我今天没有给你下请帖吧？陆夫人，这就是你的寿宴啊？陆夫人，你说你丈夫好歹是司令，怎么你们家每次办宴会都是那么的穷酸？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小门小户呢。钱夫人，我今天可没有给你下请帖吧？是啊，我还奇怪呢，我丈夫可是外交大使，就连洋人举办宴会都得给我面子，你怎么会不请我来呢？后来我一想啊，你肯定是自知宴会规格太小，配不上我，所以不好意思把请帖送给我。不过我很通情达理，这不自己来了。这个贱人，只想撕烂他的嘴，从小就跟我攀比，没一次能赢过我。要不是嫁给一个外交大使，就凭他还有底气在这叫嚣。夫人别生气，他应该不会多待的，我们把他应付走了就是。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金砖太俗气。这谁啊送的玉雕？这
这么大的瑕疵，这种劣质品也拿得出手？哼，太气人了！在场的哪个不是达官显贵？就让这女人这么羞辱？没办法呀，她是外交大使的夫人，就连陆司令也要给她几分面子，咱就别惹事儿了。她不是爱吹牛吗？那吹呗。唉，层次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要是我的寿宴礼品都是这种不知所谓的廉价货，我早就甩袖子走了。看来这钱夫人大有来头啊！我们要是攀不上陆夫人，攀上钱夫人也不错呀。表姨，您还记得我吗？你是蒋府的那个蒋婉？是我呀，表姨。您看您今天过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哎呀，早知道宴会这么寒酸，我就不来了。你看陆夫人把这些当好东西摆在这里，一件像样的都没有，都不嫌丢人。谁说没有好东西？那是因为客人还没到齐，好东西啊都在后面呢。是吗？谁还有拿得出手的寿礼？倒是拿出来呀，让我们开开眼界。陆夫人，我的寿礼还没送呢。我的寿礼还没送呢。你是谁？顾家顾清雪。顾家就是那个曾经号称第一美女的周和的女儿。正是。和他妈那个贱女一个狐没养。当初第一美人的名头本来该是我的，凭什么让周和抢去了？顾清雪，你给我准备的是什么寿礼呀？哇，这落款，这是当时第一画家汪玉先生的画。天哪，有这样一幅画做寿礼，是啊，这比总统亲临还有用呢。什么？汪玉先生？他的一幅画值万金，你怎么可能有？我送上松林贺寿图一份，祝陆老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谢谢清雪。钱夫人，您家庭显贵，不知道您有几幅汪玉先生的藏品呢？这不可能，我丈夫花大价钱都未必能求得一幅，她这个丫头片子是哪里来的？汪玉的画虽然值钱，但又不该只是用钱来衡量，否则沾染了太多铜臭味，实在是落俗。你这是在讽刺我俗气？顾清雪，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懂不懂礼貌？表姨，这顾清雪呀，就是一个不知礼节的泼妇。但凡要是懂点事儿，也不可能拿着一个赝品来欺骗大家。什么？你说这幅画是假的？没错。虽然这幅画的画工与汪玉先生很像，落款的章也模仿的几乎一样，但是有一个致命的漏洞。汪玉先生所出售的画里从来没有提过字的，以追求纯净的画面来完成意境的表达，所以行业内也有称汪玉先生为无字大师。咦，这是哪家的小姐？懂这么多，肯定是哪个名门贵族吧？刚刚没听说吗？这是蒋家的蒋小姐，有如此之地，也算是个才女。而这仿画的人连这件事都不知道，竟然在画上留下了题字，简直是画蛇添足。这题了字的画呀，虽然看起来可以以假乱真，但是遇到懂行之人就暴露无遗了。这就是一幅赝品。之前听说蒋小姐上过战场，以为是个只会打仗的粗人，没想到对书画也有研究。蒋家不愧是名门士族啊！是啊，这顾家姑娘虽然有些军事才能，但是在这些方面确实比不过传统的世家，居然拿着这赝品给陆夫人贺寿。顾清雪，你拿着这样一幅可笑的赝品来给陆夫人祝寿，到底是何居心？不过想来你也是不懂字画，这事没什么不好承认的。你向陆夫人道个歉，承认你是为了虚名，不懂装懂，想必陆夫人会原谅你的。顾清雪，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让我更丢脸吗？这幅画不是赝品。顾清雪，你怎么还在嘴硬？你这不是欺负陆夫人不懂字画吗？等等，我家里就收藏了万源先生的画，
让我看一下。这画好像是真的。有什么好看的？这种赝品出现在陆夫人的寿宴上，还不让人笑话？我替她撕了！啊，钱夫人，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我都说了，这幅画很可能是真的。钱夫人，你什么意思啊？蒋小姐已经说明白了，你还有什么好看的？这种劣品留着，只会玷污我们的眼睛，还不如赶紧撕。望雨先生确实不会在画上题字，可若是赠予友人，他会题字以表祝福。哪儿来的野丫头？说的好像你很了解似的。我叫杨雅玲，我爷爷是京城大学的校长，他和望月先生通过许多次书信，望月先生就专门送过他一幅题字的画。原来这就是杨家小姐啊！杨家可是书香门第，杨老更是德高望重，总统都是杨老的学生，也就杨老有这资格，能让望玉先生亲自赐画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杨老自然是有资格接受赠与的。但是这种只知道舞刀弄枪、不通文艺的粗鄙之人，望玉先生会送他画吗？嗨，那顾姑娘好好做他的军官就好，何必这样附庸风雅？实在是东施效颦了。夫人，我来晚了。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的寿宴，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爷爷，这可是望玉先生的画啊！是哪个不长眼的，竟然敢把这画给毁了？什么？杨老，您的意思是说这幅画是真品？当然是真品了。老夫最爱望玉先生的画，几乎是日日看，还能看走眼吗？到底是谁毁了画啊？是我又怎么样？谁能想到一个野丫头也能拿出真品来？你这个不懂事的妇人，这么多年只知道仗着丈夫的名头胡作非为，甚至毁了望玉先生的画。老夫一定要到总统那儿去告状，让钱外使好好肃正家风。什么？杨老，你别生气，这种小事儿怎么能惊动总统呢？都是蒋家那丫头说的头头是道，我就信了。再说顾清雪一介行伍之人，她跟文艺界素没有往来，望玉先生怎么可能送她送贺图？亏我刚刚还说蒋家是名门世家，我看蒋婉也是半瓶水晃荡，不懂装懂。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你，这画能毁了吗？是啊，我们都被他欺骗了。明明顾小姐有诚心的送了真品，被污蔑成这样还不动气，实在是有大将风范。我够了，别再丢人现眼了。凭什么他顾清雪就是可以人人夸耀，而我就是丢人现眼？凭什么？就凭你，拿什么跟他比？够了，顾小姐，这画就是望玉先生送给你的吗？这画不是他送给我的。我就说嘛，望玉先生怎么可能给这种人送画？因为这画是我自己画的。啊，真的假的？骗人的吧？顾清雪，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杨老已经说了，这幅画是望玉先生的真迹，你一个女子在这里当众冒充望玉先生，我看你是不是被众人捧昏了头，连什么谎都敢扯。女子又如何？蒋小姐当初不也口口声声说女子不应该居于内宅，而应闯荡自己的事业吗？我自然是说过，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冒领别人的名头。顾小姐，望玉先生虽然从未露过面，但是能有这般艺术造诣的，可不该是你这样的年轻小姑娘。顾清雪，好了，见好就收吧，这牛皮吹大了，可是要丢脸的。研墨，你要做什么？画是真不错，这该不会真是望玉先生的留呢？陆夫人，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这画工，这是真的？你真的是望玉先生？
天哪，老夫做梦都想见一下这位当世第一画师一面，没想到真的能实现。杨老过奖了，之前父亲怕我虚荣，执着我逆兵作画，而如今我愿身为天下女子表率，让大家知道女子也可功成名就。好一个女子表率，顾小姐当之无愧啊！什么？他是望玉先生？就他凭什么？等等，顾清雪是画家，他的画有那么值钱，那岂不是说我烧的那幅画价值上万两黄金？妈，正好。身为媳妇，不在家好好打理家务，居然还有闲情雅致在这画画。妈，您上次说厅堂太空，我特意画了这幅画帮您装饰厅堂。装饰厅堂？我这么大的孟府，难道需要你这个妇人的东西撑门面吗？简直自不量力。我说过，望玉的画不该以金钱来衡量，而更是应赠于有心人。天哪，上万两黄金，那可是我孟家的呀！仗着自己是婆婆就欺负儿媳妇，真是有眼无珠啊！就不配有顾清雪的画。当然，更有些人呐，真是瞎了眼，宝贝儿摆在眼前都认不出来，还敢毁人家送的贺礼。哎呀，也不知道这是谁更丢脸。你少在这里明嘲暗讽的，不就是得了幅望玉的画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顾清雪会画画，跟你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还不知道吧？顾清雪她可是我们陆家的准儿媳妇，可厉害着呢。我们陆家还跟着她沾光呢。哎呀，我这婆母啊，可是找到了好儿媳妇儿，你能吗？顾清雪是陆家的准儿媳，那就是说她要嫁给陆少帅了。顾清雪竟然嫁进陆家了，这真是强强联合。现在看来，只有陆少帅才能配得上顾小姐这般人物啊！什么情况？陆夫人不是不愿意承认顾清雪吗？怎么现在说这种话？不行，顾清雪不能嫁入陆家。诸位，我与清雪不仅在战场上配合默契，在生活里更是情投意合。而且，清雪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到时候还请诸位来参加我的婚礼。怎么这么快就接受清雪做咱陆家的儿媳妇啦？我没有啊，我可没有说轻易就答应了。但是，既然咱儿子喜欢，那我也不能像孟家的那些人嘴脸吧。这7日后倒是吉日，如果要结婚的话，倒是合适。混账！今天害我丢大脸了。现在陆府把借条都给我送过来，非要我赔偿顾清雪那幅画。哼！表姨，我也没想到他竟然有这种身份。行了，别解释了。我知道你们这种穷亲戚巴巴的找上我，不就是想搭上我们钱家的势力吗？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好好打陆家还有顾清雪的脸。好。云山，怎么嫉妒了？没有。孟云山，顾清雪一个弃妇，人家马上就要和陆少帅结婚了，而我呢，我嫁进你们孟家门以来，我连个仪式都没有。我们办婚礼那会儿，不是正赶上去前线吗？这事儿能怪我吗？那从前线回来以后呢？
你从来没有想过给我补办一场婚礼，难不成你现在就开始厌弃我了？反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孟家儿媳妇儿，办不办有什么意义？你就是不想和我成亲。孟云山，你是不是还想着跟顾清雪能够破镜重圆呢？啊！我告诉你，不可能了。她现在马上就要嫁给陆南轩了，以后你就要永远被他踩在脚下，永远。够了！云山，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现在爱你的只有我了。我表姨跟我说了，我结婚他会给我10箱嫁妆的。你难道不想靠婚礼让顾清雪知道，就算你离开了他，你也一样过得很好吗？你说的对，我们该办一场婚礼，时间就定在顾清雪结婚那天。好，好。来来，你们动作快一点啊！啊，摆在这里，摆整齐一点。你去那边把我那个花瓶给拿上。来了来了，小姐，他们来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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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快！哎呦，少帅，这可不合规矩啊！没事，不必拘于小节。两家新娘同时出嫁，不知道那边是谁啊？听说啊，那是蒋家的蒋婉，这是和孟云山补办婚礼呢。孟云山，那不是顾清雪的前夫吗？这俩一块办婚礼，简直是上擂台啊！问清楚了吗？顾清雪的嫁妆有几台？蒋小姐问清楚了，顾家出的嫁妆一共8台。果然是2嫁夫，不好意思讲排场，宣扬宣扬，让他们知道我蒋婉的婚礼嫁妆足足有10台。蒋家小姐出嫁，陪嫁共10台。哇，这可真是豪横啊！我以为顾清雪8台嫁妆已经够厉害了，没想到蒋婉足足10台嫁妆啊！那这婚礼的擂台，顾清雪的排场可比不上蒋婉，岂不是要输了？哼，小姐，蒋婉这样简直就是在挑衅你。无妨，不用理会他们。我们几家联合起来，为顾小姐添妆。我代表蔡家给顾小姐添妆，黄金1000两，锦缎白匹，玉石头面5套。我代表张家为顾小姐添妆，珍珠88颗，宝石项链5条，商铺见。我代表王家给顾小姐添妆。你真没眼光的，刚刚还说人家顾小姐输了，瞧瞧人家这排场，这哪是一个蒋婉比得了的？也是，毕竟是咱们第一女少将，叫巴家的人得排到城外去了。现在能添妆的，也都是城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兰若，这是怎么回事？小姐，是蔡院长他们说是要给您成亲添妆呢。我本就不想张扬，所以才把嫁妆缩到了8台。这老几位怎么还专门来添妆？都是大家的心意，你可不能不接受啊！哼，这倒要看看蒋婉还怎么得意。我没心思跟他比，不过他们的一番心意确实是感人。小姐，这次的婚礼又热闹又有排场，你将来的婚姻一定会幸福的。他当初嫁我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嫁妆。孟先生，你的新娘在你身后，既然已经成亲了，就别盯着别人家新娘看了。这种时候，
就算后悔，也救不了你当初的眼瞎心盲了。陆少帅，教训的是。驾。他们在嚷嚷什么啊？什么天庄？是我表姨要给我添妆吗？他们在嚷嚷什么啊？什么添妆？是我表姨要给我添妆吗？闭嘴吧，赶紧起轿。孟云山，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刚刚是蔡院长带着城里各大权贵给顾清雪添妆，现在她的嫁妆比你多了几倍不止，满意了吗？要不要跟上去看看她的排场？顾清雪，凭什么？这次明明应该是我赢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好，这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这手镯可是……我好歹也是婆母了，总要送点礼物的。哎，你们可别多想啊！这镯子可是我母亲祖传的，一直要留给未来儿媳妇的。那就多谢婆母的礼物。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别发呆了，商量一下。啊？今天晚上我们谁睡在沙发？啊？我说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谁睡在沙发？我们本来就不是真的成亲，难不成还要睡在一张床上？没事儿，我应付外人很有一套的，不会让他们看出端倪的，保证你能为了你的心上人守身如玉。既然你不说话，那今天晚上就你睡沙发吧，明天我们轮换着来。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清雪啊，这都说成家立业，这如今你和南轩已经成了家，也该想着立业了。如今没有战事，这军营暂时也不需要你去帮忙。怎么样？这将来有没有什么规划？爸，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在国外的时候见到他们那里的百货公司十分常见，我也想在咱国内投资开一家，这是能让咱国内的老百姓接触到新鲜事物的最好途径，能让他们多见见世面，也能促进各行业的发展。这现在啊都讲究实业兴邦，你这个想法不错啊。怎么样，准备什么时候开业？哎，这个到时候投资啊，记得算上我一份啊。那也算上我一份吧。我当初来陆府的时候，嫁妆可一直没动过呢。没问题，地址我都选好了，我已经约好了过几天和对方谈合作的事情。你让老舅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们亏了本。好个顾清雪，真是小瞧了他，居然还有那么多不长眼的去捧他的场。我听说他最近在张罗开什么百货公司？对，他准备买下中心区的那栋楼，开百货公司。那里可真是个好地方，交通便利。要是真让他开起来，怕不是全城人都要去买他的东西。不行，这事儿你必须给搅黄他。弗兰克先生，顾小姐，您来了，快请坐。弗兰克先生，弗兰克先生，好久不见呀。这位小姐，我们认识吗？弗兰克先生可能还没见过我，不过我的表姨是钱夫人，您和她见过的。是外交大使的夫人吗？没错，我是蒋婉，这位呢是我先生莫云山。今天是我表姨让我来见您的。原来如此，不知道蒋小姐你有什么事情吗？我知道
中心区新建的那栋楼是您的，我们呢一直很想把那栋楼给买下来，开一家豪华的酒店，所以特意来和您谈合作。不好意思啊，蒋小姐，我很乐意和您合作，可惜呢，这栋楼我已经卖给顾小姐了，她呢准备开一栋百货公司。弗兰克先生，您先别急着拒绝，我们这次来为您准备了礼物，您一定会喜欢的。这是宋代的钧瓷花瓶，不论在哪儿都算得上稀世珍宝，知道您喜欢收藏，特意为您挑选。确实是钧瓷，这好东西可是可遇不可求啊。不过我要是只为了它就反悔。弗兰克先生，这栋楼卖给谁都是做生意，我可以向您打包票，不管顾清雪给你多少钱，我们都可以比他多出10万大洋。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反正有钱家多底。再说了，我们又不是真的要开酒店，先开口加价，把顾清雪的合作搅黄再说。如果蒋小姐这么说的话，那也不是不可以。弗兰克先生，其实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我想它应该能让你改变主意的。顾小姐也有礼物。抱歉，弗兰克先生，因为我们这次的见面实在是有些仓促，所以这份礼物还没有送到。不过我可以提前告诉你它是什么。顾小姐，你这不是明显的东施效颦吗？别再做无用功了，这份生意你做不了。这杯葡萄酒品质优良，但原本的香气却有些涣散，大概是因为运输不当导致了晕瓶，破坏了它的口感。刚刚弗兰克先生一口就品尝出了它的味道不对，想必是一位懂酒的行家。顾小姐也懂酒？懂酒谈不上，只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比较喜欢收藏葡萄酒，我也就跟着略学了一二。这次为了弗兰克先生，我特意托导师从法国的拉菲酒庄运来了一瓶1869年的拉菲红酒，等他运到了国内，我就把它送给弗兰克先生品鉴。1869年，那可是上佳年份。顾小姐，这礼物可太贵重了，我的酒庄里就缺一个1869年的拉菲。弗兰克先生喜欢就好，我只是一向觉得送礼得投其所好，看来这次我没有送错礼物。当然，顾小姐太有心了，回去在我们的收购价格上，我再给您降一降。等等，弗兰克先生，我们的你……抱歉，蒋小姐，这次呢，我已经跟顾小姐谈好了，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合作。Frank， 急什么呢？谁说蒋婉送你的就是一个花瓶？钱夫人，我记得你在米国的公司拉投资好像一直不太顺利。上次我丈夫在外国参加商业聚会，还提起你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办，只要我们两家合作，我丈夫一个外交大使去和外国的几位金融大佬谈一谈，你的投资还不是轻松搞定。这 Frank， 你是个商人，做生意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更应该长远发展。我丈夫是个外交大使，我们钱家和不少权贵都有来往，怎么选你应该很清楚吧？弗兰克先生，你还犹豫什么呢？这顾清雪能说会道，他骗得了一时，但是要争论在商界政界的人脉，他跟我们比那可差远了。顾小姐，你说呢？比起趋炎附势攀附权贵，我的确远远不如蒋小姐。你史密斯先生 ，Hello， 这是史密斯先生，这是史密斯先生太太。史密斯先生可是米国的议员，他和我的丈夫经常一起吃饭、打高尔夫。Mr. Smith, this is Frank Wu, my partner. Hello, Mr. Smith. It's an honor to meet you, and I hop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vite you for a drink together. 看到了吗 ，Frank？ 我们钱家的人脉资源可不是一般小门小户都能够比的。Excuse me. Miss Gu, it's a coincidence to meet you here. Are these your friends? You should have mentioned earlier, then we wouldn't have missed it, so we wouldn't have rejected Frank's tender proposal. 是不是搞错了，史密斯先生？ I got it. If you need anything, we'll talk it later. We want to talk to Miss Gu now.
弗兰克先生，我有些不确定了，我该怎么介绍我们的关系呢？合作伙伴，最坚定的合作伙伴。Mr. Frank and I have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and are also good friends. If it's convenient, let's have a meal together next time.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Sorry, we have to attend another meeting. Please make sure to attend our banquet next time. Wait, Mr. Smith, 不好意思，顾小姐，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来帮我。没关系，生意嘛，确实需要多方面考量，我能理解。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就行了，对吧？当然，我明天就去拟好合同，而且在收购价上再给你降5%，来表示我的诚意。而且，这次我不会再因为一些小人的挑拨而动摇了。顾清雪，那2个外国人是米国来的议员，以前怎么没有听你给我提过这种事？孟先生，我和你是什么关系？我认识的人又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好歹有过一段情谊。我知道那段经历是被狗咬了，还请孟先生少再提来恶心我。顾清雪，你凭什么这么羞辱人？就凭我和你们不同，我言行无亏，自然是可以藐视你们这般小人。你少得意，今天只不过是攀上了外国人，我不会每次都输给你的。江婉，你想赢却总是靠攀附别人，却不知道我能与所谓的权贵结交，是因为我本身有能同他们平等对话的能力。这个世道，真正能让女子立足的只有自己的本事。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只会越输越惨。我言尽于此，你们好自为之。清雪，孟云山，你还想跟他走吗？小孟，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回陆家呀？行了，别再胡闹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简直像个泼妇。我像泼妇？难道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丈夫负心薄幸，根本靠不住？住嘴！你们2个废物，事情没办成，还在这里起内讧。表姨，您别生气，我已经想好了，就算顾清雪拿走了那栋楼也没关系。我有主意，一定会让他的那个百货大楼开不下去。真的，江婉，这次你可不能骗我。顾小姐，恭喜恭喜啊！生意兴隆啊！走吧，我们也进去看看这百货商场什么样子，给顾小姐捧捧场。好，走。进。呀，这可是新奇玩意儿，有不少我都没见过呢。蔡院长，您看中了哪件？我让店员给您打个对折。好呀，顾姐姐，那我也要打折。没问题。哎，今天不是开业的第1天吗？怎么会这么冷清啊？我记得我们还特意给顾小姐做了宣传，怎么就这么几个人？我想起来了，前2天蒋婉跟我说，要在孟家办一个什么宴会，把钱夫人也请过去了，给大家展示西洋映画。我当时一听是蒋婉说的，就拒绝了。基本上有头有脸的人家都收到了。现在一想，这日期不就是今天吗？肯定是故意把时间定到今天，来破坏顾小姐生意的。生意上讲究什么？开门红啊！这第1天都没有什么人气的话，那之后还怎么打出名堂来了，对吧？他们找的无非是一些世家的少爷小姐，其他人怎么连个普通百姓都没有？小姐，不好了，出事了！小姐，你快出去看看吧。行行好，有饭吃吧！求求了，行行好，老板，行行好吧！求求你们了，行行好！好几天了，臭死了！什么味道呀？这也太过分了！这哪里来的这么多乞丐呀？肯定是钱家那个贱人花钱过来搞破坏的，太气人了！南轩，你赶紧带几个人去孟家，把那几个混蛋抓起来才好。清雪，想要武力镇压这些乞丐并不难，只是
该怎么把客人吸引回来？妈，您别着急，兵法说兵来将挡，既然钱夫人出招，我自有办法对付她。这孟府把我们请过来，说是宴会，连个果盘都没有，一人就一杯茶水，有这样待客的吗？还说钱夫人要请大家看西洋映画，结果设备还不好用，早知道就不来了。钱夫人，这机器怎么坏了呀？还不是你们孟家破地方太寒酸，机器连个散热的空间都没有。但是我怕客人待会儿走了。担心什么？我在这谁敢走？我可是外交大使的夫人，他们才不敢得罪我。哎，不是说今天有西洋映画在放吗？怎么没见到呀？杨小姐你来啦！今天钱夫人说给我们放映《歌女红牡丹》，可惜在最精彩的地方机器就坏了，也不知道后面红牡丹救出她丈夫了没有。这不就巧了吗？我今天呀刚看完这部戏，最后呀她救出她的丈夫了，结局皆大欢喜。真的吗？在哪里看的呀？就在那个新开的百货大楼呀。哦，对了，陆小姐说了，既然是百货大楼呢，就得新鲜玩意儿多，所以啊，在2楼不间断的放映画呢。这么好，什么味道这么香？好像是你身上的。应该是我买的香水。这个呀是法国进口的。哦，对了，百货公司新开业，所有的化妆品和香水啊都可以免费试用。哇，免费试用？那我明天也去看看吧。杨小姐，你这身连衣裙不会也是百货公司买的吧？是啊，你怎么知道？哇，陆小姐说了，真漂亮，这是英国设计师新设计的新款，但是特意做了限量，我怕下次买不着，就多买了几件。这衣服穿真漂亮啊！用心打扮真有用啊！我也要去百货公司多买几件，以免以后我的男人老看别的女人。快带我们去吧！等等，我们这宴会还管什么宴会啊？再不去买，以后姐妹们聚会，连件拿得出手的衣服都没了。快走，去晚了就买不到了。走吧。走，去看看。别，各位，顾清雪，他就是故意的，他故意找人来把我们的客人全给骗走了。清雪呀，你那招有用吗？妈，您放心吧，这就是百货公司。把这两个拿出来，让我看看。哇，好大的铺子！哎，快看，这是不是杨小姐说的那款香水？我们也来试试。你闻闻这个也不错，好香啊！哎，那个口红颜色也好。小雪，还是你有主意啊！你看你妈笑的，这心里啊，肯定又在偷偷夸你呢。哎，那刚刚堵在外面那些乞丐呢？乞丐无非要的是钱，我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去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更合适的地方啊！蒋婉，这就是你出的主意？你不是跟我打包票说一定会破坏顾清雪开业的吗？表姨，闭嘴！我不是你表姨，我跟你们蒋家并不熟。哼！表姨，哪儿来的臭乞丐？你看，给点钱吧！可怜我！贱人，你个贱人！我已经让你付出代价！那么多好物，大家快拿！大家快拿呀！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乞丐？快让他们走啊！打人了！有谁打人了？走啊！抢劫了，还有没有王法了呀？妈！哎呀！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叫
他们是去顾清雪那捣乱的。蒋婉，这些乞丐是你找来的？我叫他们，是让他们破坏顾清雪的生意，肯定是顾清雪，是顾清雪叫他们来孟家的。蒋婉，你一直说要堂堂正正赢顾清雪，这就是你想出来的肮脏主意。我肮脏？我一切手段都是为了你，为了孟家。你现在居然说我肮脏，孟云山，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你个毒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你进门就是我孟家最大的灾难。当初就不应该让云山娶你，还以为你赶走顾清雪。不行，休妻！云山，赶紧把她给我休了！你个老钱婆，骂我是毒妇！当初赶走顾清雪的可是你们孟家，现在怪到我头上来了。就你们孟家人这样，还梦想着让顾清雪回头吗？我告诉你，想赶我走，没门儿！够了！好好的一个孟家，怎么成这样了？云山，哼！顾清雪，你出来！我是孟云山，我错了，我后悔了，我认输还不行吗？我后悔离婚了，我后悔了，你出来见我！我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顾清雪！闭嘴！哪个疯子在我们陆家门口喊我儿媳妇儿？哦，原来是孟家那个没良心的负心汉呐！怎么，你不知道他已经跟我儿子成婚了吗？你一个有妇之夫，当时你赶人家走许蒋婉的时候，不是挺得意的吗？怎么，现在知道后悔了？晚了！陆夫人，你叫顾清雪出来见我。我儿媳妇说了，她永远都不会见你，你就别像疯狗一样在这乱叫了。之前是清雪她心地善良，不跟你们孟家一般见识。但是我告诉你，顾清雪她现在是我陆家的儿媳妇儿，你们孟家对她所做的那些招数，在我们陆家行不通。我警告你，以后你再敢来纠缠我儿媳妇儿，我就把你在孟家对她所做的那些阿杂事，老账新账一起算。我再替我儿媳妇转告你一句话，以后你是死是活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来人，把这个负心汉给我打出去！陆司令，我们家一向都是夫人说了算。来人，司令，动手！走了，夫人，可还满意？还行吧。哎，我警告你，以后你和儿子可不能像这种人一样。那怎么可能呢？走了。哥，别发我！一天就知道要钱，哪有个好人家会要你？你这么大了，什么都指望不上你，还想你能找到权贵呢？这是顾清雪落在这儿的，她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能换不少钱呢。不对，一只金簪才能值几个钱。要是我能靠它攀上陆南山的话，陆少帅，夫人找您有事，去醉花楼一趟。清雪怎么了？她说您去了就知道了。好，你先回去吧。是。啊，夫人，你怎么在家里啊？我今日又无事，当然在家里了。南轩呢？糟糕，少爷可能被人给骗了。少帅，请稍等。
少帅，你怎么在这儿？清雪呢？顾清雪她今天不在这里，不过没关系，有我陪着少帅就够了。你给我下药了。少帅，都怪你平时太高冷，我没有办法只好实现小手段。不过我相信，等我们有了夫妻之实以后，你一定会无法自拔的。陆南轩，你们夫人肯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有误会。顾清雪，你看到了吗？少帅他其实心里爱着的一直都是我，你不要以为你占了个正妻之位就了不起了。清雪，你听我说。不必了。啊，夫人，夫人！你愣着干什么呢？赶紧给我找解药！还有这个女人，我得给我处理了。是。少帅，小姐，咱们真的不回陆府了。我感觉姑爷他不像是故意的，更像是被孟思巧那个女人给骗了。我知道。啊？你知道还这么生气啊？还要搬回来？我其实在生自己的气，说好了和他假成亲，可是看到他和别的女孩子暧昧，我竟然心里会难受。再这么下去，我怕我会真的动心的。小姐，你们是夫妻，动心怎么了？可他心里的那个人不是我。说是我真的动心，将来必然会伤心的，被男人负心的痛，我可不想经历第二次。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快把这些收拾到房间里去。这木雕怎么会在这里啊？为什么不在这里啊？它本来就是小姐你的东西啊。什么？这不是别人送给陆南轩的吗？这么丑，怎么能是我的东西啊？小姐你忘了，这木雕是你小时候做的，做了2个，非要自己留一个，另一个说是要留给自己将来的夫君，结果送给了一个来做客的客人。再后来你自己也嫌弃它丑，非要扔掉。我想着毕竟是小姐亲手做的，也就舍不得扔，一直留到了现在。原来这木雕是我送给了陆南轩，那岂不是说他口中的那个心上人是？好好看，你就是陆伯伯家的那个哥哥吧？怎么了？不会被我撞傻了吧？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我可喜欢了，我把它赔给你，你原谅我好不好？清雪，夫人，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这件事情是个误会。有什么误会？如果不是你跟我撒谎，会有误会吗？清雪，你真的误会我了，我实在是没想到孟思巧会给我下药。谁问你这个了？那你问的是什么？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到底是谁送给你的？我不是说过了吗？是我心爱的姑娘。那怎么会和我这个同一个款式，还丑得一模一样？这我看来你还是不打算跟我说实话。不说就算了，你走吧，我要关门了。清雪，我说，其实我心里的那个人，一直都是你。陆南轩，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再步入婚姻吗？我实在是怕你拒绝我，这才瞒着你的。我抗拒婚姻，是因为不想再有一个没良心的人骗我。但如果是你，
我愿意。你看，你还担心他们打起来，这不好好的吗？可便宜了臭小子，还不是清雪好说话？要不今天这事儿啊，我肯定让他跪搓衣板。哎呀，行了行了，夫人，孩子们的事儿咱们就甭掺和了。走走走，回家等着他们。走走。蒋婉，你还好意思来见我？表姨，求求您了，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现在孟家他们要休了我，我父母仕途也不顺，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替我办件事情。我要你替我把司令部的城防图偷出来。我要你替我把司令部的城防图偷出来。什么？孟家不就是觉得你没法再给孟云山提供助力，所以嫌弃你吗？我只要跟我的丈夫说一声，大可以让他官复原职。不过，你必须要趁他回司令部的机会，帮我把司令部的城防图偷出来，交给我。这要是被发现了，那可是死刑。怎么，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吗？好，我答应你。这还差不多。行了，回去等消息吧。顾清雪，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吧？这里是司令部，闲杂人等不能随意入内。说谁闲杂人等呢？林山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了，他可是堂堂少将，和你同级职称，麻烦放尊重一点。顾清雪，我跟你说过，我不是离不开你。现在有婉婉和钱家的人脉，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会再立战功，继续晋升。你一个女流之辈，永远不可能超越我。只有无能的人才会一味的沉溺于过去，和自己假想的敌人斗得不亦乐乎。嘴硬罢了，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孟少将，司令让您过去一趟。哼。清雪，你怎么了？孟云山官复原职了。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钱特使借由外交部力量对司令部施压，父亲不得不妥协。这不应该啊！钱家向来是无利不起早的，一个无能的孟云山怎么能得到钱家这么大重视？这里面一定有更大的谋划。没错，这就是城防图。蒋婉，你总算立了一回功。表姨，那这次你愿意扶持我们蒋家和孟家了吧？可以，等我靠这个扳倒了陆家，你们两家就是城里最大的新贵家族。这些洋人真是胆大妄为，竟然敢公开发动战争！吴南轩，好，你马上调集人马赶赴前线，这场战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赢下来，不能让洋人骑在我们脑袋上。是。云山，你这是要去做什么？前线要开战了，司令派我为先锋队，今日就要出发。不行，你不能去。蒋婉，你什么意思？现在正是立功的时候，不上战场，我拿什么升职啊？立功可以以后再去，
这次你绝对不能去，因为这场仗，陆家军必输。陆家军必输，什么意思啊？云山，你相信我，我不会害了你的。你去跟陆司令装病，告个假，以后有的是立功的机会等着你的。你把话说清楚，你知道些什么？说呀！我已经偷了军队的城防图，交给了钱家。他们早就和洋人合作，准备扳倒陆家，所以这场仗一输无疑。你疯了吗？我没疯，我清醒得很。如果不这样，钱家凭什么帮忙让你官复原职？陆家已经彻底放弃你了。现在我只有站队钱家，扳倒陆家，我们才有出头的机会啊！你难道不明白吗？你这个卖国贼！其实你心里清楚，我做的是对的。你也别再装那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了，这一切获利的不还是你吗？接下来，我们就只等陆南轩和顾清雪战败，然后就是我们孟家露脸的时候。啊，前线的事你听说了吗？听说咱打了好几场败仗。可不是嘛，不会哪天洋人打进来了吧？我邻居都已经跑到海城去了，陆少帅和顾将军到底能不能撑住啊？希望吧。我家小姐和姑爷肯定没有问题，有他们在，洋人迟早会被打跑的。你一个小小的侍女也敢在这里指点江山？依我看呢，顾清雪他们根本就难堪大人，战败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你胡说，江婉，你根本就是嫉妒我家小姐。哼，顾清雪都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有什么好嫉妒的？我嫂子以前可是军官，比你懂战事。她说顾清雪会输，就一定会输。闭嘴！上次被我家姑爷下令打了10军棍的事儿，还没长教训吗？我才不会忘呢！你们等着吧，等到陆家垮台了，你们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夫人，小姐，夫人，二小姐，孟府来了好多兵，好像要出大事了。一定是钱夫人派来的，要调云山去当总司令。走，回去。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搞错了？钱夫人呢？我要见她。正好，钱夫人也想见你呢。江婉，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完了，我钱家全完了！怎么可能啊？难道洋人败了？清雪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了，特意把机密文件换成了假的。你果然偷了城防图送给了洋人，不过也好，洋人信了你的假地图，我们将计就计，把洋人一鼓作气赶了出去，还顺手抓出了这个钱家的卖国贼。你早就知道。陆清雪，我终究还是输给了你。江婉，和我做对手，你还不忘？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定一直想把我比下去的，对不对？我只差那么一点，我只差那么一点。其实，我真的后悔离婚了。我看清了我自己的内心，我还是爱你的。孟云山，你真是一次又一次的让我越来越可惜。都是她，都是这个女人，是她把城防图透露了出去，这一切跟我没有关系啊。孟云山，你总是说和你没关系，但你却总是希望有人替你把坏事做尽，好事却自己独享。这天下最不要脸的，也不过像你这样的。清雪，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谊上，帮我跟司令求情，饶了我这一次吧。王云山，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除了会躲在女人身后，还会干什么呀？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和蒋婉是在司令部领的结婚证吧？今日
我就替司令下令，你们二人此生此世都不许结婚。既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那就不必判死刑了，把他们永远囚禁在这孟府，每天定时定量的粮食和水。我倒要看看这些伪君子会怎么互相折磨。是。清雪，清雪，是吧？我要饿死了！孟思强，你这个贱人！我是你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走开！要不是你们，我早嫁给大狗血贵当阔太太了。都是我的，全都是我的，我后悔了，都是我的，后悔了，我后悔了。南雪，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是吗？什么礼物？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把这个新做的木雕送给你，你把那个丑的扔了好不好？太丢人了。我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你送我的所有东西，在我眼里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